大家好，我是克里斯，今天要稍微深度聊聊这台 G7。其實呢，這台車打從2025年12月，我在路上有碰到 G7 進階車在路上測試的時候哦，就對這台車的印象深刻啊。因為我合理懷疑那時候的測試人員哦，是在測試 G7 的油門一半，因為我單單超轉都搖不上，所以大家看我騎 G7 的時候哦，常常忍不住油門一半。我想這也不能完全怪我，畢竟第一次見面 G7 就是用這種方式跟我邂逅的。Anyway， 光陽當初幫 G7 列出了7大賣點，看起來每一項都很厲害。But 規格對我來說只是最基本的參考基準，畢竟還是得實際去騎才知道這些設計到底有沒有真實反映在騎乘感受上。所以這次就用我這段時間跟 G7 相處下來的真實經驗，回頭來看它到底有沒有符合當初主打的7大賣點。嚴重的話，就是看看光陽究竟有無廣告不實的嫌疑。影片最後再補充我個人所發現的 G7 3大缺點。類擋車感受這部分我是認同啊，但是我覺得 PTM 系統只是其中的元素，因為 G7 確實有給我擋車的操控感。但我覺得 PTM 再加上固鎖式引擎，再加上獨立後搖臂，這個所謂的類擋車感受才算是完整成立。後輪的循跡真的像擋車的體感，不管是入彎、彎中還是出彎，就是它的後輪傳遞出來的穩定感，跟 RTS 引擎掉在後面的一拖的感覺是完全無法比擬的。而且G7的全台表現，在這個所謂的擋車體感的部分也很加分。像我當初第一次騎到 G7 的時候，我就是很驚訝，為何可以跟短軸距的 RTS 幾乎一樣靈活？但一段時間之後呢，會慢慢發現 G7 除了靈活，也多了細膩絲滑。當然，這裡得回到 PTM 傳動系統的動力前沿特性了，因為有時候 RTS 回油過了一陣，離合器鬆開，失速下再補油都會有種頓挫感。但G7這個部分就是有類似擋車半離合系列的感覺，動力前沿上還是會感到有些許頓挫，但是比起 RTS 都是穩定太多了。所以如果你問我 G7 到底有沒有類擋車的操控體感，綜合固鎖式引擎、PTM 系統、前後懸吊，還有獨立後搖臂，全部合起來看的話，我覺得是有的，而且有點就是那種騎過就回不去的感覺。這車真的有毒。電推的部分，其實打從 RTS 開始，我就認為電推有點被市場過度神化了。像我一開始懵懂無知的時候，買下人生第一台速可達，也就是 RTS。其實那時候我對電推的期待值確實有被市場話術給放大，直到經過 RTS 無數次的油門一半，可以說是電了個沉默，推了個寂寞。結論就是，對我來說，電推只是輔助，在加速性能上或許有提升，但不多。不管是 G7 還是 RTS， 我個人所感受到的加速力道，我覺得主要還是來自於本身排氣量跟引擎設定。畢竟把電推拿掉，實際差距也就那0.幾匹馬力，多吃2頓飯，少拉2坨，這多出來的零星馬力早就抵消回來了。可是這兩台車的油門反應都很輕快，也許電推也是有幫助吧。至於省油部分，我相信電推多少也有幫助，當然可能也是要那種一點一滴累積出來才感覺到的差異。反正呢，我覺得還是主要是市場趨勢吧。這年頭賣車沒有提到電推，感覺就少一點科技感，所以電推以我個人來說也就這樣子啦。畢竟 KRV 常發生那種異常熄火的毛病。然後 G7 是因為之前的 KRV 是光陽自制電腦的關係，目前 G7 都換成 GB 6代，算是回歸到一台車本就應該有的基本狀態，那都是電腦 ECU 的穩定。OK， 這個賣點算有達到痛點，給過。借電控就要買保險，最好是買，然後最好也用不到，但用到一次就回本一次的概念。因為當 ABS、TCS， 甚至是更進階的彎道 ABS、彎道 TCS 開始介入的時候，其實就代表車輛偵測到當下輪胎的抓地力狀態已經接近了極限，可能是剎車力道或是加速力道已經超過輪胎的負荷，也可能是路面突然變滑之類的。但真的不代表你有這些配備就可以突破物理限制，放心的去油門一拜，或者是歐北亂騎之類的。這些安全電控的目的是在意外發生前多給你一次修正錯誤的機會，提升關鍵時刻的容錯率。完全沒有感覺就介入了嘞，只要一打滑它就立即介入了，可能0.幾秒吧。看到嗎？還是斷流，叭，跟 ABS 的概念是一樣的，都是點放，然後那個 TCS 都是斷流。酷。
也許很多人想到玩到 ABS 啊，玩到 TCS 啊，可能都會想到激烈操駕、跑山、壓彎。但實際上，我覺得這些配備，真正發揮價值的地方，反而是在日常騎乘，像是雨天通行啊，路上有標線啊、水溝蓋、沙石，或者突然衝出來人車，這些你完全沒有心理準備的瞬間，它可能才是真正救你一次的東西。總之呢，這個賣點絕對是大拇指的啦。輕量化這部分就真的遠看其實本身了。我覺得 G7是完全沒有重量壓力，推車移車也不需要特別蓄力施力。對我老婆來說，騎起來操控也算輕鬆，省力中柱就真的很省力。這個賣點說是 OK， 沒什麼毛病可挑。這個儀表確實很大，但說是科技儀表就有點過頭了。顯示的那些資訊在這世代來說算是非常基礎而已。硬要說科技是指 UI 的設計，但這又很主觀。以我的使用感受來看呢，就是該有的都有，然後使用起來也沒什麼問題。我覺得它比較像是視覺質感的提升，而不是科技體驗的升級。光陽號稱的全面升級的引擎技術啊，包含了優化进气效率啊，提高壓縮比，增加它的爆發力之外呢，還有它的機油的油路是可以冷卻它的货车底部的。考量到它是一台白牌速可達，這個動力真的是絕對是及格之上。從起步就可以很線性的加速到時速80，甚至到時速破100都沒有顯著緩下來的跡象。雖然大約到時速104的時候會稍微停頓一下，但過了105又會湧現一波的加速力，再配上G7的整體穩定性啊、車體感性啊，油門吹起來真的很爽。尤其全油门狀態下，那個單桿活塞所碰撞出來的鼓動感，有迷戀機械美學的騎士應該都會心曠神怡。懂的都懂，這個賣點絕對是2個大拇指的啦。最後，我來簡單快速分享我所發現很主觀的 G7 3大缺點。第一點 ，G7 原廠握把遇到雨天實在有夠滑，碰到雨水赤手就有點抓不住的程度。雖然這個透過改裝就很容易解決，但如果G7原廠的握把就能做到像 RDS 那種下雨也不會滑動的質感，這部分會很加分。第二點，我都加925前氣然後以我個人騎乘的油門開度下，油耗畢竟落在每公升32-33公里左右，普遍低於原廠給的測試數值。當然，這個跟我騎乘習慣有很直接的關係。但不得不說 ，G7 的加速爽感是會讓我願意接受這個油耗。第三點，也是由我老婆提供我 G7 的缺點，就是後座坐起來舒服，可是，在一般的減速狀態下，屁股會往前坐滑下去。如果雙載在市區走走停停，會有點困擾。OK， 今天分享就到這裡啊。如果還有想要知道G7的東西，歡迎底下留言跟我說，多多指教。也別忘了按讚、訂閱加分享。我是克里斯。我們下次見，拜。